今天是中秋节，小树蛙和狐狸猫决定到狐狸猫家的后院举办烧烤派对。由狐狸猫负责生火，小树蛙负责准备食材。他们开心地将各种食材放在烤盘上，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便烤出阵阵诱人的香味。正当小树蛙和狐狸猫大快朵颐、忘情地聊天时，却不小心将烤盘上的香肠烤焦了。狐狸猫夹起烤成焦黑状的香肠，反复观察后，向小树蛙提出疑问：不知道这些焦黑的物质是什么呢？为什么食物经过加热之后会变成这样？吃饱后，狐狸猫仍对刚刚观察到的现象感到疑惑，便决定明天要和小树蛙到学校去做实验，观察不同物质加热后的状态。隔天，来到学校的小树蛙和狐狸猫马上前往自然实验室，经过一番讨论后，决定选择糖粉、盐巴、小苏打粉以及面粉作为这次实验的加热材料。实验开始前，先一起来思考看看以下的问题吧。在进行实验前，狐狸猫和小树蛙决定先在黑板上把自己认为这4种物质经过加热后可能会产生的外观状态写下来。狐狸猫认为所有物质经过加热后都会变成黑色的，小树蛙则认为只有糖粉和小苏打粉会产生黑色的物质。写完之后，他们就正式准备开始做实验了。首先，小树蛙和狐狸猫准备了4张大小相同的铝箔纸，把每张铝箔纸都折成类似蒸发米的形状后，放在实验桌上，并用刮勺分别在4个铝杯中放入等分量的糖粉、盐巴、小苏打粉以及面粉。接着，小树蛙拿出酒精灯、陶瓷纤维网和3脚架，将实验装置摆设好，并分别将4个小铝杯放在陶瓷纤维网正上方。最后，同时开始将4种物质加热，观察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3到5分钟后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狐狸猫观察到，糖粉融化后逐渐变成黄褐色，最后再变黑；面粉则逐渐变成黄褐色，最后也成焦黑状，而且两者在变黑的过程中都飘出烧焦的味道。而小苏打在加热过程中似乎有气体产生，但和盐巴一样，外观都没有明显的变化。狐狸猫将实验观察结果记录在黑板上进行比较。接下来，请你跟着狐狸猫和小树蛙一起来思考以下的问题吧。狐狸猫查找了资料后，了解这些焦黑物质的成分主要为碳。原来，科学家在分析化合物的种类时，已经发现有机化合物均含有碳元素。部分有机化合物在经过加热后容易形成焦炭，而无机化合物在加热后则不会有此一现象。所以，从刚刚的实验结果来看，小树蛙和狐狸猫便可以借此简易地推测出谁是有机化合物，谁是无机化合物。荧幕前的你，一起来帮忙小树蛙和狐狸猫吧。狐狸猫问小树蛙：那昨天烤肉时被烤得呈现黄褐色的棉花糖和吐司，也是因为里面含有糖和面粉这些有机化合物的关系咯？小树蛙点点头说：没错。但是狐狸猫还有疑问，所以我可以得出实验结论，所有含碳的物质都可以称为有机化合物咯？小树蛙回答：其实不是，有些物质虽然含有碳原子，却不属于有机化合物，例如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碳酸钙、碳酸氢钠等碳酸盐类的化合物，以及氢化钾等氢化物，都属于含碳的无机化合物。根据统计，生活中的有机化合物数量
远比无机化合物的数量还要多更多。在接下来的章节中，将会更深入地介绍各种不同的有机化合物。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。有机化合物必定含有碳元素，有机化合物一定含碳，含碳却不一定是有机化合物。例如，含有碳元素的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碳酸钙、碳酸氢钠等碳酸盐类的化合物，以及氢化钾等氢化物，都属于无机化合物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。请想一想，形容你曾经看过的烤焦的食物或物品外观呈现的样子。这些烤焦的食物或物品分别是由什么元素所组成？请记录下来，在后面的章节中，可以借由本单元所学观念为基础，试着进一步将各种有机化合物进行分类，